凤扶摇，不要以为离王对你好，你便得意忘形。等离王身边美人成群，看他还对你这个草包好不好？妙啊！送美人给离王妃，这个主意相当不错。母后一定要好好挑选，安插几个得力眼线进去。没想到本宫的雪儿如此冰雪聪明，善解人意，懂大局识大体，不愧是本宫的太子妃。母后，儿臣觉得雪儿的建议十分可行。这个主意确实不错，本宫定会好好挑选几个美人送过去。玉儿，你不是暗中训练过一些美人杀手吗？不如趁机送2个进去。本宫相信，以本宫名义送给离王妃，她是一定不敢拒绝的。这个贱人，本宫派去的张嬷嬷，她都敢找茬将其处死。这些美人，本宫倒是要看看她还敢不敢找茬处死。今日她被姬皇后母子3人轮番攻击下套，恨不得将她置于死地方才罢休。阴谋诡计一环扣一环，她一不小心便会陷入万劫不复。这种事搁在谁的身上都不会好受的。唉，自古皇宫无亲情，我今日算是见识到了，真的蛮心疼她的。这些年她过得很不容易，可惜了，那含笑半步癫药效太差，发作太晚，持续时间太短，没有让恶毒渣太子掉一层皮，我很不甘心。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，乃是苍玄天师会不会做法让我嘎掉啊？苏卓，你不会爱上他了吧？可是他没爱上你，你还是攻略失败啊。不过爱上他也没关系，你可以和司空小宝共侍一夫。苍玄天师只是怀疑有孤魂存在，还查不到你头上来，对你应该不会造成实质性伤害的。什么和司空小宝共侍一夫啊？这是人说的话吗？我只是觉得他和史料中写的完全不一样，并非十恶不赦之徒。他从小颠沛流离，过得那般凄苦，却越挫越勇，向阳而生。我只是佩服他而已。小瓜，我心里忐忑不安，可有没有什么法子别让苍玄天师给我嘎了？我想一直陪着他，亲眼看他成为大龙国的帝王。我是系统，又不是什么得道高僧，我怎么知道什么法子？为了保险起见，要不你去寺庙中躲一躲？去寺庙中躲一躲，这个主意似乎不错呀。可是去哪个寺庙中躲避呢？我谁也不认识啊。我们先不回去，你陪我去趟玉龙寺，去为太子祈福。那座千年古寺玉龙寺，在玉龙山上的那座。玉龙山在城外，我们现在赶过去，怕是天黑才能到达。那我们今晚还能赶回来吗？无妨，我们今晚不回来，住在山上。嘿嘿，老天爷呀，他笑起来真好看，让人如沐春风。我太喜欢他的笑容了，真的好治愈啊！如果能这样看他一辈子，一定是这世上最幸福之事。唉，可惜啊，攻略了这么久，我都没能将它攻略下来，我真的很没用哎。到底要怎样才能将它攻略下来呢？真让人头疼。如果这次能平安回去，我一定要再次向他表白，争取将他攻略下来，而不是这样天天看着他流口水。沈君慈悄咪咪竖起耳朵，原来被人夸在心上的感觉是如此的美妙。可是如果他摘下面具，让他看到受伤的另一张脸，还会想要攻略他，向他再次表白吗？马车很快驶出长安城，向玉龙山的方向赶去。其实本王不是你说的对。然而少女的小脑袋靠在车窗上，一点点的睡得酣然，伸手轻轻地将她的脑袋搁在自己的肩膀上，如此一来，少女便舒舒服服地窝在他的怀里睡大觉了。嘿，王爷，等你打败太子，坐上我皇位，我一定亲自送你出嫁，祝你和司空小宝相亲相爱，白头偕老。王爷，有人偷袭，大家结队保护王爷。几十个蒙面黑衣人从山路两侧的树林鱼贯而出，向他们围拢过来。离王殿下，我们盯你很久了，今日终于逮着机会和你单独见面。兄弟们，一起上！只要杀了离王，我们便能得到1万两黄金。这可真是3年不开张，开张迟3年呐！离王殿下，您乃是我们的财神爷呀！侍卫们拔剑快速迎了上去，与蒙面人厮杀在一起。务必看好王妃。我的天哪，这家伙也太帅了吧！这么妖孽俊美的男人，还是个绝世高手，简直就是我心目中的男神本神。哎，我不是有内功吗？我也去帮忙。王妃，王爷叮嘱让您待在马车中别出来，这乃是和敌人厮杀，搞不好会送命的。还请王妃不要为难属下，免得王爷怪罪。求你了，你一个女人家的，就别出来拖后腿了好吗？这是和敌人互相残杀，又不是小孩子过家家。没看见王爷在奋力杀敌，有几个兄弟受伤了吗？求你赶紧进去躲起来吧。这个狗腿子真瞧不起谁呢？快上马车，别在这里添乱了，快呀！拾起一把敌人丢弃的砍刀，脚步一错，身体宛如离弦的箭一般飞跃而起。他深藏不露，
竟然是个比侍卫还要厉害的高手。风扶摇提起内力，对着一个蒙面人就是一通乱砍，几个呼吸之间便将一个蒙面人砍得浑身是血，身受重伤。剩下的2个蒙面人吓得打了个哆嗦，撒开腿没命的向远处逃去。哼，就这也太不经打了吧！我还没打过瘾呢。王妃，原来您武功如此了得。哎呀，马马虎虎吧，只会一些三脚猫的功夫。王妃小心，后面有人偷袭。然而他还未奔上前，一道闪电般的身影一把揽住风扶摇的纤腰，向一侧疾驰。王爷，你好帅好帅好帅啊！我崇拜死你了！我宣布，以后你就是我心目中的男神本身。瑶儿，有没有受伤？王爷，我很厉害的，怎么会受伤呢？看见那棵树下躺着的人了吗？他是被我杀死的，我能自保，没有拖你们后腿哦。我是不是很厉害？留个活口，问个话，其他全杀了。问一下幕后的指使者是谁？此时打斗已经接近尾声，除了一个蒙面人被扭送上前，其他人都被杀了。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啊！是个叫张老虎的男人让我们来杀您的，至于背后的指使，小人也不知啊。杀了，给他一个痛快。是。瑶儿，上车吧，我们继续前往玉龙寺。大龙国13、14岁少女的血液果然比叶国的好喝。主人，我们派去刺杀离王的杀手全军覆没了。离王今日不知为何带着离王妃前去玉龙寺，杀手首领见他带的侍卫少，认为这是个好机会，决定半路截杀。万万没想到离王寒毒快发作了，武功还是如此了得。不但如此，那个离王妃也就是凤扶摇那个大草包，武功似乎也不俗，这让我们感到十分意外。目前离王已经下令天道阁全城搜查可疑之人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会不会殃及万象楼和百花楼？无妨，死的反正不是我们的人，他们没有完成任务，我们便不便付给他们报酬。至于万象楼和百花楼，这么多年你见他们查出过什么吗？大龙国如今内忧外患，早已成了空架子，迟早会成为我叶国的囊中之物。至于那个花痴大草包，除了犯花痴，不是什么都不会吗？本王本计划控制他，利用他去对付离王，他何时会不俗内功的？这也太奇怪了。属下也不知这其中缘故，难道他曾有过我们不知道的奇遇？你上次放狗咬他时，他还什么都不会呢。要不等他们从玉龙寺回来，属下去探一探他。那个可恨的花痴草包，怎么可能有内功？怕不是嗑药了吧？几个月前他还被本王的狗追得哭爹喊娘，脓包的要死要活呢。等他们从玉龙寺回来，本王亲自去探一探，看看那个脓包到底是真有内功还是假有内功。可恨的女人竟敢到处诋毁本王，本王是一定不会放过她的。另外马上就要春闱了，吩咐夜来香开始行动，为长安城添把火。是。阿弥陀佛，离王殿下连夜赶来，有失远迎。侍卫们身体有伤，殿下这是在路上遭到了埋伏吗？大师，本王带王妃途经此处，遇到刺客刺杀，特来此处借宿。烦请大师安排本王还有王妃住在以前的院子即可。另外，劳烦请备一些斋饭素食。殿下里面请，王妃里面请。在我还很小的时候，寒毒每年春夏之交都会发作，每次发作我便会生不如死。每年发作之时，父皇便会把我送到此处来静养。空纯大师为了帮助我排出体内的寒毒，想尽了各种办法，却都无济于事。他是第一个教我武功的人，于我而言亦师亦友。他虽身份尊贵，却从小受尽各种苦难和折磨，经历了常人不能经历的苦难。然而他却从来未曾放弃过活下去的希望。也许这便是系统派我来拯救他，拯救大龙国的目的吧。神君慈，以前你经历的苦难，我从来未曾参与过。以后你经历任何苦难，我都会站在你身边陪着你。我一定会想办法得到去除你体内寒毒的药物，帮你去除寒毒，直到你实现梦想，走上高位的那一刻。轻轻的，我会走，正如我轻轻的来。等你坐上那个位置，你便能和司空小宝过上幸福的生活。那个时候谁也管不住你，你可以封司空小宝为南皇后。从此以后，你们便能过上一世一双人的幸福生活。哼，蠢女人，不气死我誓不罢休是吧？赶紧醒醒吧，我哪是断袖了？沈君慈巨脸阴沉，突然一把抓住凤扶摇的手。王爷，你怎么了？你想拧断我的手吗？我不过是多吃了几口菜，你至于发这么大的脾气吗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不吃了，都让你吃，你满意了吧？才不是呢，本王刚才看见有蚊子在咬你的手，本王在帮助你打蚊子。
这山上人都快冻死了，哪有蚊子啊？你刚才明明就是生气了。你不生气的时候，眼睛像滚滚一样黑黝黝的；你生气的时候，眼睛是黑棕色的，很好分辨。你骗不了我，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我又不是变色龙，眼睛还能变色？本王真的没有生气，本王只是想要告诉你，待会儿用完晚膳，我们一起去见空尘大师。今日苍玄天师不是说了，他今晚要做法帮太子驱赶鬼魂的吗？本王是有些担心，有人会利用此事对付你我二人。空尘大师乃是得道高僧，他应该会有办法来保护你我。哦，原来王爷考虑得如此周到。嘿，是我错怪你了，我吃饱了。王爷，你吃饱了吗？要不我们现在就去找空尘大师？本王也吃饱了，我们现在便过去吧。哪知凤扶摇刚刚站起身，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的，眼前一黑，便直直的往后倒去。沈君慈大惊失色，一把将他抱在怀里，提起内力便往空尘大师的禅房发力狂奔。王妃好好的，这是怎么了？大师，王妃近日总是梦见前世之事，今日本王带她前来，便是想请大师帮她驱逐身上的邪祟。最近王妃是否会说一些奇奇怪怪的事，让王爷感到困惑？王爷想让他留住哪一世魂魄？这一世的还是前一世的？大师，最近王妃确实会说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两世魂魄到底有何影响？王妃为何昏迷不醒？还请大师明示。王妃体内似乎住着两世魂魄，前世魂魄极强，而本世魂魄极弱，且有融合之势。而今似有人做法，刻意将那抹意识魂魄从这具身体中强行剥离。若强行剥离，恐会伤及王妃根本，令王妃变成痴傻之人。而如今最好的办法，便是加快两世魂魄融合，让其安稳下来。以后若有人想伤害王妃，其中一世的魂魄便再不会对王妃造成实际性的伤害和影响。而两世魂魄融合之后，王妃将偏重意识魂魄，拥有更多意识魂魄的性格特征，而本世魂魄的性格特征基本上不会显示出来，而只会拥有少许记忆。那就照大师说的办，尽快的令两世魂魄融合。此时有人欲夺走王妃意识魂魄，我将与之斗法。你守在一旁即可，待会儿无论发生何事，你都不必惊慌。切记，切记。本王记住了，劳烦大师了。空尘大师从手腕上取下一串褐色的珠串，放在凤扶摇的头边，接着在凤扶摇周围点上一圈白色的蜡烛，最后拿着木鱼，一边有节奏感的轻轻敲击木鱼，一边缓缓地绕着凤扶摇不疾不徐地走着，口中念着古老而又繁复的经文。那经文如流水般将凤扶摇包围起来。无尽黑暗中，疾风在帐室门口卷起了一个小小的龙卷风，随着龙卷风越卷越快，越卷越大，空尘大师念经的速度也越来越快，他走路的步伐也似乎越来越艰难，然而口中念的经文速度也越来越快。凤扶摇，你已经嫁给了我，那你便是我的王妃，你不能随便离开我。你不是说过你会一直陪着我，直到我登上那个位置的吗？我还有很多话来不及对你说，只要你能醒过来，我便告诉你，你是第一个与我同床共枕的女人，也是第一个愿意走进我内心的女人，也是第一个欣赏我、给我温暖的女人。凤扶摇，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我不是段萧，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。我一直不敢告诉你实话，是担心你知道了真相以后，再也不愿与我同床共枕。我从小到大过得太苦太难，脸上毁容，身中寒毒，不知道还能活多久。我只是私心的、自私的想让你永远的留在我身边陪着我。你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为何不回到你该回的地方？来吧，我送你走，一定不会让你成为孤魂野鬼的。你若不肯走，我便强行将你从那具身体上剥离出来，让你万劫不复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我并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，你凭什么赶我走？我只是碰巧来到一个刚死之人身上，侥幸复活罢了。我还有事情未完成，是不会走的，也不许你多管闲事。他没命地向前奔跑，跑得气喘吁吁，男人在后面紧追不舍，沉重的脚步声如同一座山压在他的心口，让他喘不过气来。凤扶摇越过高山，淌过小河，穿过森林，越过草原，他一直在跑，一直在不要命似的逃跑。无论他跑到何处，这苍玄天师都如影随形，怎么都甩不掉。也不知跑了多久，凤扶摇跑得筋疲力尽，双腿发软，最后来到一座山头，再也没有了去路。难道他真的要被苍玄天师从这个世界赶走，沦为孤魂野鬼或者灰飞烟灭吗？
瑶儿，是我，你的夫君沈君慈，我一直在这等着你，赶紧跳过来吧，我来接住你，再不跳便没有时间了。瑶儿，快点跳过来，以后我会把我的所有财产统统交由你来保管，让你成为离王府真正的女主人。凤扶摇望着身后越追越近的苍玄天师，又看向悬崖对岸对他张开双臂的俊美男人，于是凤扶摇一咬牙，不管不顾的向悬崖对面跳了过去。直到下半夜，空尘大师终于停止了做法。辛苦大师了，请问结果如何？王妃能否顺利醒过来呢？意识的他与你尘缘未了，纠缠颇深，主动留了下来。你将他抱回去，守着他，到了时候他自然就会醒来。他将凤扶摇抱回他住的院子，放在床上为他盖好被子，等着他醒过来。一直等到下半夜，正等得心焦的时候，忽然听到凤扶摇的心声：王爷，你真的打算将你所有财产都交给我来管吗？你1年的俸禄为1万两白银，其他收入是7、8万两白银，总收入加起来便是近10万两白银。古代10万两白银相当于现代华夏币6、7千万元。我的老天爷呀，6、7千万！我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富婆了。嗨，这女人都昏迷不醒了，还在算计着我的财产，做梦都把银子给算得那么的清楚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之中的守财奴吗？这蠢女人，怕不是掉进了钱窟窿里了吗？本王答应你，所有财产都交由你来保管，让你成为离王府真正的女主人。前提条件是你别再装死了，赶紧给本王醒过来吧！你若再不醒来，本王连根毛也不会给你的。凤扶摇的眼睫毛轻轻颤了颤，睁开一双迷离的美眸。王爷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你说将所有财产都交给我来管，让我成为离王府真正的女主人，真的还是假的？说话算数吗？本王说过的话自然算数了。回去以后，我便让云17把账目拿给你过目。这些银子除了不能养野男人之外，你想干什么都行。嘿，王爷，您想什么呢？我没事养什么野男人啊？哎，对了，昨晚我不是和你一起用晚膳吗？为何我会睡过去啊？外面天色都亮了，我竟然睡了这么久。无事啊，或许是你坐车太累所致的。怎么样，身体现在还难受吗？还有哪里不适啊？这不是空尘大师带的佛珠吗？为何在我这里？我没有哪里难受，就是头晕乎乎的。这个是空尘大师送给你的，说是可以保你平安的，以后你就带着吧。本王让云17送水进来跟你洗漱。小瓜，昨晚我到底怎么了？为何我感觉像做了一场噩梦？不会是苍玄天师为扎太子驱鬼，要将我这个孤魂野鬼驱走吧？我在梦中一直在被苍玄天师追赶，可吓死我了。我后来跑到悬崖边上，发现离王在悬崖另一边喊我，说是只要我跳过去，他便将所有财产都交给我来管，让我成为离王府真正的女主人。我刚才醒来时果然听见他在对我说这样的话。哎，你说奇怪不奇怪啊？宿主，昨夜确实发生了大事，你差点没了，你知道吗？昨夜苍玄天师为扎太子驱邪，殃及到了你这个孤魂野鬼，所以你才昏死过去。后来离王求空尘大师为你做法，让你不被苍玄天师伤害。空尘大师为你做了1夜法事，离王啊也1夜未睡，一直守你到天明呢。啊，我差点没了，这么严重？难怪我做了1夜的噩梦，一直被苍玄天师追赶。小瓜，你说我会不会哪天真被苍玄天师从这具身体上赶走，变成孤魂野鬼啊？还好离王带我来为扎太子祈福，否则我真的要挂了。他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以后我要好好待他。傻丫头，知道就好，不要动不动便气我。要不是我让空尘大师救了你这傻丫头，你早就死了。宿主，你已和原主魂魄融合，不会再被苍玄天师伤害了。宿主，你好好想一想，原主记忆的东西是不是变多了，变清晰了？啊，我脑中果然多了不少原主的记忆。2岁半尿床，被姬夫人狠狠打了一顿。3岁，我不小心推倒凤福雪，再次被姬夫人殴打。4岁发高烧尿床，姬夫人将大夫给我开的药偷偷倒了，我差点病死。5岁，姬夫人让我去偷隔壁家的腊肠，我爹将我打得半死。这个男人守护我1夜未睡，真的很令我感动。不知我到底有没有将他攻略下来，让他爱上我呢？沈君慈，在你爱上我之前，我一定好好做你的挡箭牌，让你和司空小宝相好，这样别人便不会笑话你了。你看我多贤惠，多大度，我为你做了这么大的牺牲，你将财产交给我管理也是应该的。王爷，好好的怎么生气啦？是白粥不合胃口，还是夜里没睡好觉呢？更年期似的，不会是吃错药了吧？你这动不动发疯的臭脾气，哪个女人受得了啊？也就只有司空小宝这种傻男人才会喜欢你。哼！女人，本王郑重告诉你，本王不是段秀，而是一个正常不过的男人。你给本王记住，以后再拿段秀出来说事，本王饶不了你。小
小瓜，他说他不是断袖，他竟然说他不是断袖，那他到底是断袖还是不是断袖啊？我怎么有点糊涂啊？史料明明记载他是断袖不近女色，只爱司空小宝那个男色，难道史料在胡诌八扯？这不是坑爹吗？我总觉得哪里不对，可又说不上哪里不对劲。呵呵，请问哪个断袖敢于承认自己是断袖啊？你会承认吗？现代人都不敢随随便便承认，更何况在封建古代，如果他不是断袖，为何不近女色？就算他有寒毒，也不能想对女人感兴趣吧？你俩同床共枕这么久，他为何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？摸你了吗？亲你了吗？抱你了吗？他堂堂王爷，为何一个妻妾都没有呢？你总不会告诉我，他和渣太子一样，那方面不行吧？渣太子不行，都找了一堆姬妾充门面，他呢，连充门面的都没有。哎呀，离王会不会和渣太子一样？那方面不行啊，嘿嘿。小瓜，我要是将他攻略不下来怎么办啊？难道我只能等死吗？我还年轻，真的不想死啊！上次勾引他我喝醉了，等回去之后我再勾引他。哎，我太难了。早上过后，凤芙瑶和沈君慈乘坐马车赶回长安城。沈君慈一路上都沉着俊脸，一副生人勿近的架势。这么好看的男人，那方面怎么会不行呢？我第一次见他穿红裤衩时，明明很有料啊，总不可能是假的吧？不管他是断袖也罢，那方面不行也罢，我都不会嫌弃他的。这女人是不是个傻子呀？我不是告诉她自己不是断袖了吗？这蠢女人怎么又说我那方面不行啊？哎呀，真是的，这女人怕不是脑子有问题吧？我那方面正常的很，哪里不行了？第一次见面她不是看见了吗？要不是我那时寒疾即将发作，真想把这个女人给办了，堵住她的嘴。沈君慈越想越气，突然一把拽住凤芙瑶的手，他拉着凤芙瑶的手猛地一拽，将她拽进自己的怀里。王爷，您更年期又要发作了？女人，本王再说一遍，本王不是断袖，本王喜欢女人，喜欢你这个蠢的要死的蠢女人，明白了吗？啊，妈呀，他说喜欢我这个蠢的要死的女人，他竟然说喜欢我这个蠢的要死的女人，难道我竟然将她攻略下来了？可是我还没有将她给睡了呀。沈君慈挑了挑好看的剑眉，冰冷的唇大刀的压在她娇嫩的唇瓣上，接个吻就跟赌气似的，用力压入她的唇，辗转流连。凤芙瑶被他堵住唇，眼前星星乱颤，脑袋中一片空白，芳心激烈的跳动着，差点跳出了嗓子眼儿。这家伙接吻技术烂的一批，根本就不给他呼吸的机会。凤芙瑶又急又气又害羞，亢奋、紧张、幸福，各种滋味涌上心头。被这个家伙猪拱白菜似的亲吻，吻的那是晕头转向，呼吸越来越困难。突然两眼一黑，竟失去了知觉。瑶儿，你怎么了？你刚才是怎么回事？本王只是想要告诉你，本王不是断袖，本王并不喜欢司空小宝那个男人，本王那方面是没问题的，本王是个再正常不过的男人。本王之所以不近女色，那是因为本王寒毒即将发作，若是沉迷于女色，会要了本王的命的，懂了吗？王爷，你真的不是断袖，那方面也没有问题，只是体内有寒毒，所以才不和我圆房。你喜欢我？瑶儿，我心悦你，我一定会一心一意待你，待我撑过了寒毒，才能跟你圆房。你会等我吗？你不会着急吧？人家哪里着急了？这有什么好着急的？ Yes， 我终于将他攻略下来了，我不会死了，好开心呢！剩下的就是搞事业了。宿主，不好啦！姬皇后又搞事了，她派了一群美女到王府，说是帮你做事，其实就是为了勾引王爷。你好自为之吧，这事我可帮不了你。你放心吧，我有办法对付他们，你等着看戏就行。嘿，王爷，我很喜欢你，我是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。王爷，我们不如将计就计，这样处理。你说如何做，那便如何做嘛，我都听娘子的。需要为夫如何配合，娘子尽管吩咐。走，我们去见见这些美人，你顺便吓唬吓唬他们，让他们乖乖听我的话，其他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就好。8个美人被来福安排在一个独立的院子里住着，她们都是姬皇后精挑细选出来的清秀美人，容貌都生得极为好看。奴婢拜见王爷，拜见王妃娘娘。王爷，救命！不要脸的贱货，刚来就勾引王爷。众人只听见一阵骨头断裂的声音，抽搐了几下，便再没了动静。我夫君太棒了，一出手就是王炸呀！不愧是杀人不眨眼的黑心莲，真的好喜欢呢。这招杀鸡儆猴做得极好，夫君，我真的好崇拜你啊！看那些美人还敢不敢勾引你，定会逃得比兔子还快。凤芙瑶只当不知姬皇后往离王府塞女人，和沈君慈当日下午回到长安城，
他让马车先去了一趟花将军府，将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交给了花老将军。两人辞别花老将军，刚刚走进离王府的院子。启禀王爷，启禀王妃，皇后娘娘派了8个宫婢过来，说是离王府人少，事儿多，又没有机器，担心王妃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所以挑选了8个宫婢前来帮助王妃管理离王府事务。皇后娘娘还让太监传话，说她这么做是为了儿子儿媳好，还说做人儿媳必须孝顺公婆，不可忤逆公婆好意，否则便是不孝。沈君慈脸色一沉，转身调去皇宫找姬皇后理论。王爷，万万不可！你若进宫找皇后娘娘，她定会说我这个做儿媳的忤逆她这个婆婆的意思，给我扣个大不孝的帽子。皇后娘娘既然是为我配的婢女，我便有办法收拾他们。请王爷给我一点时间，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，你不用担心。你真的觉得你可以处理好这个事情？你不会觉得委屈吗？我有什么好委屈的？我只是担心他们会伤害你。将这个胆敢行刺本王的贱人拖出去，扔到乱坟岗。以后有谁敢对本王图谋不轨，本王绝对不会轻饶。你们是南母后派过来帮助王妃之人，以后便听王妃的安排，凡是不听从王妃指令者，杀无赦。是。皇后娘娘既然体谅我，将你们分配给我使唤，我便不能辜负皇后娘娘的美意，让你们整日闲着。从明日起，你们必须按照我规定的时间起床劳动。今晚我将安排一个管事对你们统一管理，此人的命令将代表本王妃和王爷的命令，凡有不听从安排者，杖责50，或自行滚出离王府。今日先这样吧，本王妃累了。是。来福，府内可有身强力壮、品行良好的粗使丫鬟？启禀王妃，府内有这样的丫鬟，名叫彩玲，她乃厨子的女儿，今年14岁，也是厨房的粗使丫鬟，力气极大，平时负责帮厨子摘菜、淘米、打下手，搬运重物，为人老实可靠。你将彩玲找来，让我看看。片刻后，奴婢彩玲拜见王妃。我打算将后花园翻一遍，种上花草果树。目前劳动的人有了，缺一个监管之人，我欲让你提拔为管理后花园的监工，你可愿意？不过呢，这监工有些辛苦，每日天不亮就得起床召集劳动之人，白日要监督他们挖地种菜、挑水、浇水、施肥等事。你若是觉得能胜任，我便让你来当这监工。你原来的利银是2吊钱，你若当了这监工，此后便涨到4吊钱。奴婢但听王妃吩咐，定当尽心尽力。行，那这事就这么说定了。那几个劳动之人住在绿竹轩，从明日起，你需在卯时初叫他们起床去后花园劳动，9时末才能结束。除了用膳的半个时辰，其他时间不得偷懒。彩玲，我另派护院的王二帮你盯着，早膳和午膳我会让人送去后花园，免得耽误他们劳动。一切按照来福说的办。另外3餐均按下人标准准备即可，不必例外。化粪池的东西乃是施肥的绝佳肥料，可不能浪费了。上午让他们在后花园挖地种菜种花，下午嘛，让他们担着粪水为后山的树木花草施肥吧。春天来了，又到了花草树木发芽的季节，可不能少了肥料，这浇水施肥是少不了的。他竟打算让那几个娇滴滴的美人去挑粪，哎呦，这种馊主意为何我就没想出来？哼，有趣，实在是太有趣了。是，奴才明白，请王妃放1万个心，奴才也会好好监督的。事情安排好之后，凤扶摇便让众人退下。哎呀，没有想到本王的王妃这么调皮啊！不过本王确实喜欢得很。那几个女人定是带着使命而来的，还不知将要如何对待你，你对她们不必客气。凤扶摇趁机一把抢过沈君慈怀里的滚滚。你都抱了这么久了，该让我抱一会儿了。这小东西太招人喜欢了，肉滚滚暖乎乎的，撸撸毛手感超好，真是一个可爱的小东西，拿来当抱枕正好。哎呦，本王才抱了多大一会儿你就来抢？一个抱着滚滚拼命躲避，一个左冲右偷去抢夺，两人像孩子般玩得不亦乐乎。沈君慈最后将凤扶摇堵在墙角，盯着那张灿若娇花的俏脸，目光炙热缠绵。滚滚不乐意了，对沈君慈示威般呲了呲牙。沈君慈嫉妒地瞪了一眼窝在少女怀中的滚滚，一把揪着她背上的皮毛，将这碍眼的狗东西给扔了出去。炙热的唇刚压在少女的唇上。王爷，皇上宣您进宫议事。待反应过来之后，慌慌张张地逃了出去。沈君慈进宫之后，当晚却没有回来，只让萧颖回来传了个话：王爷今晚住在天道阁处理事情，过2日才能回来。王爷叮嘱，请王妃一个人注意安全，晚上不要出门。原来长安城发生了采花贼的事件，皇上责令天道阁尽快抓捕归案。半夜里正睡得迷迷糊糊的，耳边响起系统小瓜咋咋呼呼的声音：宿主，有大瓜，归来是热乎乎的大瓜啦！妈呀，这大夜里的吃什么瓜呀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哎呀，这瓜你非吃不可！
你房间的窗户下躲着一个男人，哦不，是一男一女，武功高强，不知是采花大盗还是离王的仇人。总之你要小心啊！这两人躲在那里干什么？不会是谋财害命吧？他妈呀！采花大盗，离王的仇人，你可别吓我！离王府不是有侍卫守着吗？那两人是如何躲过侍卫，躲到窗户下面的？对于武功高强之人，那些侍卫如同摆设。宿主，你打算如何对付他们？他们武功比你高，你肯定打不过，只能想办法智取。你确定就在窗户下面吗？不是在别的地方？当然啦，我怎么会判断错误呢？离王仇人多，想害他的人也多，你赶紧想想把那人赶走吧。嘿，没问题，看我的！恶贼想害我，门都没有！哼！哎呀，口好渴呀，肚子也憋得慌。不行，我得起来喝点水，再放放水。哎呀，今日的天气为何如此闷热呀？不是要下雨吧？王爷不在家，我一个女人，要武功没武功，要内功没内功。如果有刺客来，我只有挨宰的份儿啊！一个人睡觉实在有些害怕，长夜漫漫无心睡眠，不如站在窗前吟诗一首。西塞山前白鹭飞，窗外河边爬乌龟。哎呀，这诗还挺难做的，脑袋都快想秃了。下一句该怎么接好呢？我得好好想一想。要问乌龟在何处，让你变成臭乌龟。无耻贱人，竟敢暗算我们！贱人，我想让你死！是克郎搬家，走一路臭一路，瞧瞧你们，真够恶心人的。所谓兵不厌诈，自己技不如人，还唧唧歪歪的干什么？来人呐，抓刺客呀！这里有刺客，快来人啊！话音刚落，四处便响起了踢踏的脚步声。贱人，算你狠，下次再找你算账！说完，两人一边呕得头晕目眩，一边疯狂地往外逃窜，速度快得惊人。王妃啊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啊？我没事，刺客跑了，以后离王府要加强防卫啊。是，奴才记住了。小姐，发生何事了？刺客在哪儿？没伤着您吧？刺客刚才躲在这儿，被我发现了，不过已经被我赶走了。你们俩弄点水，好好将窗户洗一洗，否则今晚没法睡了。凤飞瑶起来时，已经日上三竿了。小姐，彩铃带着那7个美人去后花园开垦荒地去了。奴婢刚才特意去看了看，这几日还没让他们去浇灌后山果树呢。那7个娇滴滴的美人握着锄头刨地，还挺有趣的。待会儿您要不要也过去看看？瑶瑶，你快看，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这可是花将军府刘嬷嬷做的桂花糕呢。我跟你说，她做的桂花糕比街上那家老字号卖的还好吃呢。我让她多做了一些，带过来给你尝尝。入口软糯香甜，果然好吃。外祖父这几日身体怎么样了？有没有按照我教的方法治疗？哥哥逼着祖父按照你给的药治疗，也在按照你给的偏方服药呢。你还别说，祖父这几日身体好多了，夜尿没有那么频繁，睡眠也好了不少呢。让外祖父继续坚持吧，无论是食疗方子还是用药，坚持治疗才有效。你呀，来得正好，中午我来做个烧烤，我俩一起吃。太好了，我今天就是来蹭饭的。花将军府没啥好吃的，不是萝卜就是白菜，嘴巴都淡出鸟来了。要吃烤羊排、烤鱼、烤鸡、烤鸭子。你放心，我今日一定将你喂得饱饱的。我现在可是王妃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来福，麻烦你帮我准备这些东西。今日中午我要准备烧烤大餐，招待我表妹。是王妃，奴才这就去准备。走，我们去后花园看看那些做事儿的有没有偷懒。两人来到后花园，站在树荫下看热闹。7个娇滴滴的美人儿正拿着铁锹、锄头奋力的刨土。他们今日一大早天刚亮就被强行叫起来劳动改造，连着干了几日苦力，原本娇嫩白皙的手都磨出茧子了，有些茧子磨破皮，流着血水，一使劲便钻心的偷。你怎么回事？偷什么懒啊？快点干活！若有人偷懒，今日午饭便免了。我的天，这哪儿找来的苦力呀？这地貌似刨得不太干净啊。皇后娘娘体谅我这个儿媳没有帮手，特意帮我配了这些个奴婢帮我做事。我见后花园不少地方荒废着很可惜，他们闲着也是闲着呀，不如物尽其用呗。不过你还真别说，人多力量大，这后花园经过他们一收拾，利落多了。哎，
看见后花园后面那座山没有？山上有一大片果园。今日下午，他们开始挑些大粪去给果树施肥。春夏之时，那些果树便能多结一些果子。7个美人听到凤扶摇的话，吓得腿脚一哆嗦，差点晕死过去。一个美人突然捂着心口，缓缓地倒了下去。另一个美人见状，也捂着心口倒了下去。接着，又有一个美人捂着心口倒了下去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有人晕过去了！赶紧起来做事，别偷奸耍滑啊！奈何3个美人一动不动的，都躺在地上装死。王妃，不好了，有3个人昏倒了。这才干了不到半日的活，就装晕，一看就是偷懒耍滑呢。装的还挺像啊，连倒下的姿势都一模一样。凡是装晕之人，取消下一顿饭食。另外，凡是装晕偷懒之人，从明日起不再挖土种菜，必须整日担着粪水去山上浇灌果树。其他未曾装晕之人，只需要下午担着粪水去浇灌果树即可。现在不晕了，又能干活了。不晕了就好，那就继续干活吧。希望你们大家都摆正自己的位置。皇后娘娘将你们交给我，是让你们来帮我干活的，而不是让你们来王府享福当大小姐的。若再有人偷奸耍滑，本王妃绝不轻饶。当然，你们若是待不下去，大可自行离去。至于皇后娘娘会如何对待你们，那就不是我能管的事儿了。哎呀，今日黎王府可真热闹啊！黎王不在家吗？诶，男人婆，哎，你怎么又来黎王府蹭饭了？哎，黎王府今日为何来了这么多娇滴滴的美人啊？不会是黎王新纳的小妾吧？啊，她不是不近女色吗？还有，这美人们一来，怎么就让他们跑土种地担粪水啊？小瑶儿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也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。司空公子，你为何坐在墙头上啊？你是来找黎王的，还是来偷菜的？这该不会是来和黎王幽会的吧？可惜黎王不在啊。偷什么菜啊？这堵墙是我家建的，我为何不能坐呢？没看见墙那边是我们家后花园吗？小瑶儿，我和黎王可是邻居，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我们关系好着呢。我经常从这堵墙上爬过来找他，比走前门方便多了。娘娘腔，你刚骂谁是男人婆呢？几天没收拾你，又皮痒了是吧？穿得跟戏台上的戏子似的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娘娘腔吗？女人呐，本公子劝你做人要善良，不要动不动便张牙舞爪、喊打喊杀的。像你这么凶的母夜叉，将来会嫁不出去的。嘿，哪像本公子啊？想嫁给本公子的女人，从长安城的东门排到长安城的西门，本公子眼睛都挑花了。好啊，你可真是光屁股拉磨，转着溜不要脸。愿意嫁给你的女人，一定是眼瞎看不见，嫁不嫁得出去，需要你来指手画脚吗？死娘娘腔，老娘今日便好好收拾你一顿，看你还嘴碎不嘴碎。你来打我呀？可惜你抓不到我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屁股都快摔成2半了。死娘娘腔，摔是你丫的，看你下次还嘴碎不嘴碎了，活该摔死你。哎呦，你个男人破母夜叉，我才没死呢，气死你！娘娘腔，没老婆，躲在被窝里哭唧唧。你才是娘娘腔呢，你们全家都是娘娘腔，你个嫁不出去的男人婆。如果正如沈君慈所说，她不是断袖，和司空小宝之间没有什么，那么能否将司空小宝和花不落撮合成一对呢？这个主意似乎可行。哎呦我的脑袋！哎呀，你想砸死我呀？你个毒妇！你要是把我砸傻了，你别给我当媳妇儿，照顾我一辈子。你放心，如果你没被砸死，我会再补一刀，让你死翘翘。我让你这个娘娘腔去阴间娶媳妇儿。哼！司空小宝捂着脑袋让的包，骂骂咧咧的走远了。洛洛，你这么彪悍，小心将夫婿吓跑啦！也不知司空小宝那家伙定了亲没有？改天我帮你问问王爷，若是没有定亲，要不我帮你和他撮合撮合？咦，老天爷，他这种又骚又贱的娘娘腔，那就算了吧。就算天下男人死光了，我也不会嫁给他的。天天拿镜子照来照去的，也活得撒尿似的，骚气冲天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洛洛，你太会骂人了，你简直就是我的嘴替。哎呀，走吧，我们去做烧烤去吧。待会儿啊，咱们搬到院墙边吃，馋死司空小宝那只骚狐狸。所有东西摆放好之后，一顿烧烤大餐的雏形便形成了。接下来只等食材烧烤好，便能美美的饱餐一顿了。滚滚乐颠颠的从远处跑了过来，在凤扶摇面前摇着尾巴上蹿下跳的。看把你急的，还没烤熟呢，别急啊。厨子用盘子将烤好的大虾送了过来，摆在桌面上。凤扶摇尝了一口烤大虾，清甜可口，好吃的不要不要的。王妃，鱼烤好了，您和表小姐赶紧趁热吃。老天爷呀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太好吃了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，我从来没有吃过烤鱼呢。嘿，小姚啊，原来是你们躲在这里独享美食啊，太不够意思了。我就住隔壁，你们也不叫我一声啊。凤扶摇和花不落抬头，便见到司空小宝从院墙上跳了下来，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位风度翩翩的白衣少年。福玉参见大小姐，大小姐安康吉祥。苏可，此人智商超群，乃是一个天才人物，后世有不少关于他的诗文记录呢。还记得那首脍炙人口的《明月楼记》吗？便出自他的手笔。哈，
我这位不受宠的弟弟竟是个天才，他和司空小宝交好，那么和离王的关系一定也不错。不如我和他搞好关系，让他以后成为离王的一大助力。我们是一家人，何须如此客气啊？赶紧坐下来用午膳，这都是我准备的烧烤哦。大小姐，您直呼我的姓名就好，福玉只是一介庶子，不值得大小姐如此相待。玉儿，无论庶子还是嫡子，只要努力都会有出息的。你我姐弟之间何须如此客气啊？以后不必大小姐大小姐的叫我，听着太生分了。以后叫我姐姐，否则我要生气了。还有啊，若是遇到困难，别来离王府找我，只要我能帮忙的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。谢谢姐姐，玉儿以后记住了。玉儿祝姐姐和姐夫生活幸福美满。玉儿，赶紧吃完我的烤鱼，今年参加春闱肯定高中，等你高中状元，可别忘了姐姐的烤鱼啊。托姐姐吉言，玉儿会努力的。哎，你们俩就别结弟情深了，能不能好好吃饭了？黏黏糊糊的，看着就有点闹心。这美食怎么能少了美酒呢？瞧，本公子特意为你们送来了美酒，这酒啊可是西域葡萄酒，平时花钱都买不到呢。这哪来的蹭饭乞丐啊？还不快滚出去！想想你油头粉面的样子，看来让人没有食欲。哎呦，这烤鱼做的也太好吃了吧，一条根本不够吃啊。对，我是蹭饭的乞丐，你不是和本公子一样也是个蹭饭的吗？都是蹭饭的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？喂，想不想尝尝我拿的美酒啊？这酒清甜可口，可好喝了，我爹平时都放在柜子里，舍不得拿出来的，我是趁我爹不在家偷偷拿的。哎，来，我给你倒上啊。哎，司空小宝，你将你爹珍藏的美酒偷出来，若是被你爹发现了，会不会打断你的狗腿啊？你还是拿回去吧。想喝酒，我让人去库房拿一些过来啊。打断了才好呢，最好连胳膊一起打折，免得爬墙过来蹭吃蹭喝。司空小宝端了美酒，一一摆在凤扶摇他们三人面前。哎呀，你不说我不说，我爹怎么知道是我偷的呀？放心吧，他老人家最近忙春闱的事儿，发现不了。你们赶紧尝尝，真的很好喝，骗你们是条狗。凤扶摇陶醉的品尝一番，味道果然不错哎，确实很好喝。来福，你去将王爷珍藏的美酒抱2坛过来。是。来福跑到库房，抱了2坛低烈度的桃花酿出来招待客人。玉儿，烤大虾也超级好吃，不信你尝尝。好甜，真的很好吃。姐姐这边什么都好吃。这不就对了，以后欢迎你常来蹭饭。你姐姐我厨艺很不错的，一定让你吃的扶墙而出。厨子们将烤好的烤羊排端了上来。口感鲜嫩多汁，外酥里嫩，肥而不腻，味道好极了。羊排配葡萄美酒，乃是绝配啊！大家赶紧吃啊！哎呀，好烫好烫！哎呦，好吃好吃！当饿死鬼投胎似的，也不怕烫死你啊？谁家被你这么蹭饭，还不得蹭穷了？来啊，干！今宵有酒今宵醉，我们不醉不归。我说你们俩是饿死鬼投胎嘛？这么大一盘烤羊排，我和玉儿才每人吃了1块，你们好歹给我俩留2块啊！谁让你吃的慢呀？怪我呀？怪我吗？哼，你俩之前不是打得死去活来的吗？现在为了几口吃的，啥时候穿进1条裤子啦？啊，我们何时打到死去活来了？是不是洛洛？来，咱们接着喝，别理他。这盘烤羊排也烤好了，大家赶紧趁热吃。接着红薯、土豆片、茄子这些都烤好了送上来。凤扶摇勉强吃了1根烤鸡腿和半个烤红薯，便再也吃不下了。他内急去了一趟茅房，等他回来一看，花不落和司空小宝这俩家伙喝的连椅子都快坐不住了。哎，洛洛，喝呀，我还没醉呢，我还能喝1坛呢。喝，谁不喝谁是怂的。司空小宝，你喝醉了，我让玉儿扶你回去休息吧。万一被你爹发现你偷他酒还喝成这样，怕是要将你胖揍一顿了。我没醉，我哪儿醉了啊？花不落，你这个男人婆真是个怂货，酒量真差劲。得像本公子这样喝才算喝酒呢。本公子可是千杯不倒，你喝不过我。来喝，今宵有酒今宵醉，你这个娘香，我要把你喝趴下。很快将2坛美酒都喝了个精光。去弄点醒酒汤来，为司空公子灌下去。这家伙喝大了，回去怕是要挨打了。是。滚滚围着司空小宝上蹿下跳的汪汪直叫。啊，爹，您怎么来了啊？爹，这是我找的媳妇儿，她特别可爱。你不是一直催我找媳妇儿呢吗？啊，要不我俩现在就拜堂成亲？你爹为何长得如此奇怪？我看着怎么像狗呢？洛洛，这真是我爹，我亲爹。你胆子不是很大吗？啊，敢不敢现在和我拜堂成亲啊？拜就拜，谁怕谁啊？
以后你是我夫君，我是你娘子。这家伙一喝醉就发酒疯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上次喝醉酒抱着桌子叫爹，这次竟然将小狗当成爹，还要对着狗拜堂成亲，笑死人了！司空小宝，快拜堂，赶紧拜堂！司空小宝，使不得，那是滚滚，不是你爹。你们俩还没有说媒定亲呢，现在还不能拜堂成亲。如果你真喜欢洛洛，改日你请个媒婆去花将军府向我外祖父提亲可好？爹啊，他说您不是我爹，您可别生气啊，您坐好，我们现在就拜堂成亲。爹，我们向您磕头了，我们拜堂成亲了。娘子啊，我们去洞房嘛啊！司空小宝拉着花不落站起身，亲亲密密的拉着手，便踉踉跄跄的要往最近的房间走去。小姐，醒酒汤熬好了，还给他们喝吗？凤扶摇将花不落从司空小宝的手中抢过来。哎呀，春香，你给表小姐灌点醒酒汤，扶她去客房休息。玉儿，你过来帮我为司空小宝灌点醒酒汤，灌完之后你扶她回府休息，千万记得要避开他爹，免得他爹揍他。春香为花不落灌下一碗醒酒汤，扶着他去客房躺下休息。司空小宝死活不喝醒酒汤。娘子，我娘子不要我了，我们都拜堂成亲了呀！娘子，你快回来，你快回来呀！在来福的帮助下，终于为司空小宝灌下一碗醒酒汤。娘子，我将我的娘子丢了。凤扶摇被这俩货一顿折腾，差点没给累死。他饮了一点葡萄酒，也觉得头晕目眩的，便由春燕扶着回卧房休息。娘子，这些都是我的财产，以后全交由你来管了。你想买什么便买什么，我的人是你的，我的钱也是你的。嘿嘿啊，发财了！我终于成了富婆了。我要买商铺，买地皮，买海岛，我要成为世界首富。啊，陈毅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喝醉酒和司空小宝那个娘腔拜堂成亲了，还跪在滚滚面前叫他爹！我的老天爷，这也太丢脸了吧！快来一道闪电劈死我得了！我要去砍死司空小宝那个娘腔，都是他害的！哎呦，洛洛，你别冲动。当时你和司空小宝都喝醉了，你俩非要对着滚滚拜堂成亲，我和福玉如何也制止不住。不但如此，你俩还拉着手要去洞房，要不是我阻止你，估计连孩子都生出来了。完了，这完了，我的脸都被司空小宝那个混蛋给丢光了。瑶姐，怎么办啊？我这么丢脸，岂不是会被人耻笑吗？都怪司空小宝那个娘腔，非要拉着我拼酒，喝酒误事，以后我没脸见人了。洛洛，你先别急，你们只是玩闹，又不是真的。要不我让司空小宝找个媒婆来花将军府向你提亲？我觉得吧，你俩性格相投，看着蛮相配的。就算天下男人死绝了，我也不会嫁给他的。天天打扮的油头粉面，拿着镜子眉来眼去的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公主上的王八似的。我说你的嘴啊，怎么这么损啊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男人爱美也不是什么坏事啊，总比那些不爱洗澡一身臭味的男人强吧。说了，司空小宝长得又高又帅，看着还蛮顺眼的，你真的不考虑考虑他？我可以帮你的。谁会考虑他呀？瑶姐，天色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说着往外走去，凤扶摇只好跟着他，送他去门口骑马。哎呦，爹，我错了，我真错了，下次再也不敢了，不敢了，求您别打了，再打你儿子的屁股就被您打开花了。儿子不该偷您珍藏的美酒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个兔崽子，那坛酒可是皇上御赐，你听我都舍不得喝，将它珍藏起来。即使我向李王请来用晚膳，结果连酒坛的影子都没见着。我刚才问你，你还不承认？你自己问问，你这一身酒气能熏死个人了。不是你偷喝的，难道是他自己跑出来让你喝的？那么大一坛酒，你竟然一个人将它喝光了，不要命了吗你？我老来得子，我好不容易生了你这么一个宠儿子，难道你想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活活伤心死呀？哎呀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愚蠢的逆子呢？这嗨，王爷，您也在呀？真巧，真巧！我操，好不容易爬个墙，竟然遇到老熟人，真他妈刺激！几日未回府，却过家门而不入。中午做的烧烤大餐你也不回家吃，老婆放在家里就是个摆设。哼，
这女人满腹怨气，原来是怪他没有回家用午膳。这被人惦记牵挂的感觉还真好。爹，我没有全喝啊，我只喝了一小半。今日黎王妃在那边吃烧烤，香气都飘到这边来了。我闻着诱人的香味儿，爬墙一看，我勒个去！您猜怎么着？黎王妃做了烤羊排、烤羊肉串、烤大虾、烤鱼、烤鸡，一大堆好吃的，把我的口水都给馋出来了。您想啊，我若是空着手去蹭饭，多丢您脸呀！所以我才偷了您的酒，过去蹭了一顿饭。您说你爬墙去黎王府蹭饭？你真的爬墙去黎王府蹭饭？是啊，以前我不是经常爬墙过去蹭饭吗？有何不对啊？你这兔崽子，王爷人都不在家，你怎能随便过去找王妃见面蹭饭呢？成何体统，成何体统啊！到底不知男女有别吗？哎呀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蠢话儿子呀！马上就要春闱，你们好好在家学习，怎能做出这等糊涂事啊！你给我站住！我今日非抽死你不可！爹，不是我一个人去的，我也没有单独见李王妃啊。当时李王妃的弟弟凤福娟也在，我和他一起翻墙过去的呀。除了我们，还有华将军的嫡孙女华不洛也在呀。哎呀，爹你别跑了，跑多了小姐晚上腿肚子疼。司空尚书追得正欢，突然拐了个弯，跑到沈君慈面前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王爷，是个下官教死无方，做出忤逆王妃之事，您用这树杈抽死下官吧，快抽死下官吧！司空尚书，以前我不是经常爬墙来你家蹭饭的吗？本王王妃请小宝还有他弟弟过去用膳，没有什么不好的。司空尚书不必多虑，本王也不会放在心上。王妃，你让管家来福准备几坛好酒送过来。下官拜见王妃，王妃吉祥安康，感谢王妃热情款待下官那个蠢儿子，叨扰您了。下次这蠢货再敢死皮赖脸去您那儿蹭饭，您直接将他撵出去就行了，千万不要客气，否则他蹬鼻子上脸，养成习惯就不好了。司空大人不必客气，司空公子为人豪爽大气，不拘小节，不但是王爷的好朋友，也是我弟弟福玉的好友。欢迎他和我弟弟经常过来蹭饭。哎，我说你们两个怎么也来爬墙听壁讲了？看见我爹打我，你们俩一定很开心是吧？我好心偷了我爹的酒给你们喝，你们竟然跑来看我的笑话，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吧！你给我闭嘴！怎么对王妃说话的？再没大没小，口不择言，看我不打死你！爹，您这么暴躁干什么呀？我是跟他们开玩笑呢，您激动什么呀？您再这样打下去，我非被您揍傻了不可！尚书大人，王爷，你们继续聊，我让来福送几坛好酒，再送点好菜过来。说着，迅速拉着花不落溜下了院墙。凤飞瑶送走花不落之后，让来福去库房挑了几坛好酒，又挑了一些今日买的生羊排，一起给隔壁的司空尚书府送了过去。顺道去看了看那7个小美人，正吃力的担着大粪去后山浇灌果树，一个个忙的那是汗流浃背，衣裙上也沾满了臭气熏天的粪水。这样的日子，也不知道他们能坚持几天才能自行离去。小姐，奴婢刚才听下人说，这几日长安城发生了采花大盗之事，皇上派了天道阁调查此事，但是一直未抓到案犯。今日凌晨，长安城又出事了，有户人家的小姐被凌辱之后杀死，扔在长安城的城门口。此事在长安城传得沸沸扬扬的，大家小姐们都不敢出门。小姐，这几日您千万别出门了。嘿，王爷，您这就回来啦？在隔壁用过晚饭了吗？若是没用，待会儿我们一起用。切，说好将你的财产都交给我的呢，一回来就借故跑了。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说话跟放屁似的。若是相信男人，母猪都能上树了。亏得我在家帮你管理那群妖艳贱货，可累死我了。靠山山倒，靠男人跑，果然谁都指望不上，只能靠自己。呸！好像谁指望你的财产似的。你放心吧，银子我自己赚。本王几日不在，无人与你抢床，你不是很开心吗？本王去隔壁只是与司空尚书商量点事情，并未用晚膳。这家伙吃火药了吗？说话怎么阴阳怪气的？不想回来便不回来，搞得谁欢迎你回来似的。你天天去隔壁睡，我也没有意见啊。原来王爷还未曾用晚膳啊，那我让来福多准备一点菜，晚上我们一起吃。看您挺疲惫的，要不要我让人帮你备好热水，你去泡个热水澡？本王确实几日未曾沐浴，是该泡个热水澡了。王妃关心体贴，温柔贤惠，令本王分外的感动。去将浴室收拾干净，为王爷备好沐浴之物和干净衣裳。是，王爷。那几个美人这几日在后花园开垦荒地呢，今日开始我让他们担着粪水去浇后山的果树，看他们不情不愿的样子，不知他们能坚持几日。无事，此事你处理就好，本王相信你。听侍卫说昨夜王府有刺客，后来被你赶走了，是吗？昨日我发现那两人躲在我们卧房窗户下，我便假装起来看月亮，用夜壶里的东西偷袭他们。那两人被淋了满头满脸的屎尿，呕得惊天动地的，别提多搞笑了。不过后来王府的侍卫并未追到他们，让他们给跑了。
后来我才听说，这几日长安城出现了采花贼。王爷，那2人似乎是一男一女，不会是你的仇人吧？刺客竟是一男一女。本王听侍卫说，那2人轻功了得，身材不高。也许对方是冲着本王来的，也许是冲你来的。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躲过王府侍卫，可见武功并不弱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此后本王派个侍卫暗中保护你。说着拍了拍手，片刻后，一个容貌甚是清秀的青年从外面走了进来。属下567拜见王爷，拜见王妃。567，此后将由你负责保护王妃的安危，你只需躲在暗处，暗中保护她即可，平时无需现身。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都需将王妃的安危摆在第一位，记住了吗？是，567记住了。记住就好。此后见王妃如见本王，万万不可懈怠。王妃出了任何事情，你拿命来见本王。567委委屈屈地退了出去，那郁闷的表情，弱小、可怜又无助。哼，让你保护我，有那么痛苦吗？这都是一些什么侍卫啊，一个个看着跟大爷似的。若是不听话，我便扣你银子。王妃，浴室已准备好，王爷可去沐浴了。走，去帮本王搓澡洗头。王爷，你让我去帮你搓澡洗头？你真的让我去帮你搓澡洗头？这不太好吧？以前不都是袁17帮你洗澡洗头的吗？小瓜，这个大美男让我去帮他搓澡洗头，那我岂不是又能看见他性感的8块腹肌了？不知今日他穿了大红裤衩没有？妈呀，我觉得我血压飙升，马上要流鼻血了。我还想着哪天趁他喝醉将他扑倒，没有想到幸福来得这么快。万一我忍不住将他扑倒了怎么办啊？上次去玉龙寺时，他告诉我他不是断袖，喜欢我这个蠢女人。我想他肯定爱上我了，他好帅，正好长在我的心巴上。今天晚上我要趁机吃几口热乎乎的豆腐。姐，瞧你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口水都快流到肚脐眼了。家把劲主动点，今晚把他给睡了。以前本王还没娶你的时候，自然是云17帮我沐浴洗头。如今本王已经娶了你，自然是由你来为本王沐浴洗头了。怎么，王妃这是不愿意啊？伺候夫君不是妻子该做的事吗？看美人沐浴的机会，他100个1000个愿意啊！我还是恋爱的菜鸟，从来没有看过男人脱光光呢。待会看见他脱得光溜溜的，会不会流鼻血啊？完了，我好像没法呼吸了。老天爷，他不会是在撩我吧？他真的好帅，好性感，好正点啊！瞧瞧那完美的倒三角身材，那线条流畅的肌肉，那性感而发达的腹肌。这是我以前睡不起的天价男人呢。他脱的只剩下一条裤衩了，不会连裤衩也要脱吧？脸好烫，心跳好快，我好像要昏倒了，完犊子了！我真的要流鼻血了，怎么办啊？瞧你一副花痴样，快擦擦你肚脐上的口水吧，丢不丢人？欣赏美男有错吗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更何况还是长得这么好看的男人。王爷，您不脱了吗？难道你希望本王继续脱？瑶儿，本王好看吗？好看，太完美了。抬一眼对上沈君慈戏谑的目光，你到底还洗不洗澡啊？不洗我可要出去了。沈君慈轻声闷笑，缓缓走进浴池。要不是看在你长得帅的份上，鬼才给你洗澡呢。当我面脱成这样，差点连大裤衩都脱了。我怀疑你在勾引我，可是我又没有证据。好激动是怎么回事啊？要不然今晚趁机叫他攻略了。瑶儿，过来为本王搓澡洗发。王爷，你背上为何有如此多的疤痕啊？本王8岁的时候曾被送往叶国当人质，叶国公主让我像狗一样的跪下向她求饶，否则便不给我饭吃。本王宁死不跪，他便放恶狗来撕咬本王。有一次咬得非常的重，撕掉了一大块的皮肉，本王昏迷了1天1夜，才逐渐的苏醒过来，后来便留下这些疤痕了。王爷，你是好样的，我很佩服，很崇拜你。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得到去疤痕的药膏，帮你去掉这些曾经带给你苦难的疤痕，包括你的脸。不知为何，我越是了解你，便越是心疼你，好想一直陪你走下去啊！如果他取下面具，让他看见脸上狰狞可怖的疤痕，他还会觉得他长得帅吗？王爷，我帮你将头发洗干净。好。洗完头发之后，便轻轻地替他按摩起头皮来，手法虽不是那么专业，却轻柔舒服。沈君慈合上眼，享受着这不轻不重、舒服至极的按摩。王爷，我刚才将你按痛了吗？那我按轻一点。不，你按得非常好，我喜欢你为我按摩。长到这么大，还从未有人为我做这样的按摩。姬皇后不喜欢我，父皇嫌憎我就像是一个多余的人。我因寒毒即将发作，不能与你圆房。瑶儿，
你会不会着急啊？人家哪里着急了？西皇后不是你的亲娘，她当然不喜欢你。你亲娘是一位舞姬，当年被你爹宠幸生下你。至于你娘是否还活着，我现在也不知道。不过只要她还在人世，我便有办法帮你找到她。每一次寒疾发作，我都会生不如死。每一次我都担心那一次将成为我生命中最后的记忆。这一次这种担心更甚了，瑶儿，我害怕，我真的害怕我永远都看不见你了。王爷，这一次你也一定能挺过去。你优秀、睿智、坚强、勇敢，百折不挠。只要你努力，你一定能达成目标的。有句话我想送给王爷：得民心者得天下。任何时候都要将百姓疾苦放在心上，只有百姓安居乐业，生活富足，统治者才能坐拥天下疆土。这世上朝代更迭虽是常事，但任何国家走向衰亡都有其衰亡的理由。若横征暴敛、苛捐杂税、大兴土木，会导致民不聊生、揭竿而起；若不思进取，国家弱小，则会被别国伺机消灭。无论是人也好，还是国家也罢，其实也是遵从丛林法则的。何为丛林法则呀？丛林法则乃是弱肉强食、优胜劣汰、适者生存。解释出来就是在各种竞争中，适应力强大者才能生存下来，而适应力差的则会被淘汰出局。也只有强者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，决定别人的命运。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，真乃是金玉良言，妙，实在是妙啊！瑶儿，你可真令我刮目相看呢，真令我佩服。大龙国即将春闱，瑶儿，你觉得我能做些什么呢？顺势而为，为民请命，公正、公平、正义，如此而已。王爷，我认为支持太子的大臣比较多，支持你的大臣少之又少，而参加科举考试之人，绝大多数都是寒门学子。适当的时候站出来，为寒门学子提供一些帮助，如此你便能获得这波新生力量的支持。娘子聪明伶俐，博学多才，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。王爷，你坐好，我来帮你搓背。那个，我从未帮人搓过背，如果搓得不好，你别介意啊。无妨，我皮糙肉厚的，随便你搓。凤府要用干净的棉布帮沈君慈将3000青丝包裹起来，堆叠在头顶。她的背部线条流畅，宽阔有力，手感好到爆，让人爱不释手。这背都让我搓红了，前面搓不搓呀？搓前面，他会不会觉得我是色狼啊？我从未与男人如此坦诚相见过，有点害羞怎么办啊？不行，为了诱人的8块腹肌，我豁出去了。啊，这家伙闭着眼睛在享受，难道睡着了？那就连前面一起搓。胸肌宽厚结实，线条流畅完美，配上绝世神颜，好像漫画中走出来的男主角呀。我的个乖乖呀，这胸肌摸上去手感好到爆啊，就算坐在水中也能看见雕刻般的8块腹肌。这身材太完美了，简直是勾人的小妖精好吗？女人，你在玩火你知道吗？等到本王寒症过去，我非得好好的惩罚你不可。突然他感觉到鼻孔中涌出2股热流。王爷，你流鼻血了，是不是寒症发作了？没事的，估计只是上火了。你帮我把浴布拿过来吧，我起来更衣。王爷，你换好衣裳之后，我来帮你擦干头发。小瓜，他刚才流鼻血，不会是寒症发作了吧？万一他寒症发作，我还没有得到解药怎么办啊？他会不会死啊？只要一想到这么帅的男人会死，我心里就难受的要命。我想看着他健健康康的活着。宗主，你不会爱上他了吧？今天的你很不对劲儿，你可以攻略他，让他爱上你，但是你千万不能爱上他。要知道，以后他当了皇帝，肯定不会只有你一个女人的。你愿意和3000佳丽分享一个男人吗？如果能接受，你就放心大胆去爱；如果不能接受，我劝你及时止损，不要投入太多感情，免得被情所困。如果我是古代女人，便会接受一夫多妻制度。可我是1000多年后的独立女性，我们那里都是一夫一妻制啊！我真的无法接受和一群女人分享一个男人。爱情是自私的，一世一双人才是最美好、最纯粹的爱情。他长得再帅，也只是一个拥有封建思想的古代男人。这里的男人3妻4妾，又有几个男人不纳姬妾的？比如建德帝，比如扎太子，比如我爹，就连我外祖父花老将军，也有几房姬妾。唉，在这种地方寻找爱情，如同10里淘金一般困难。说实话，面对这么优秀的男人，不动心是假的。或者先和他谈恋爱，等帮他坐上那个位置，然后我再选择悄悄离开。瑶儿，过来，帮我烘干头发。
凤扶摇刚将他发丝烘干，收好鎏金球，沈君慈突然伸出长臂，一把将他揽入怀中。那个王爷要用晚膳了，我们出去吧。娘子啊，你饿吗？我饿了。想不想让我来喂你？啊，你喂我？在这里？王爷，你别激动啊！你体内的寒毒即将发作，我们现在不能那啥的。我们现在不能哪个啥呀？我们不可以圆房，小心你流鼻血。实说本王现在想要跟你圆房了，原来娘子是如此的迫不及待呀，真是令我意外。你不是抱怨本王的接吻技巧差，让你感受很不好吗？本王就多和你练习练习，练得熟练一些，免得被娘子嘲笑了。我哪有说过这样的话？用完晚膳，沈君慈让一个少女上来面见凤扶摇。小鱼儿见过王妃姐姐，王妃姐姐安康吉祥，以后还请姐姐多多关照。不客气。看着少女打扮不像下人，倒像机器，不会是苟奸臣偷偷养在外面的妾室吧？苟奸臣不是自我标榜自己不近女色吗？刚才还和我卿卿我我，一转眼就让我见你的外室，难道这家伙的人设都是假的？这也太虚伪了。傻丫头是吃醋了吗？哼，她吃醋的样子还真可爱。她是我的师弟白小鱼，平时并不住在王府，她做女子装扮是为了掩人耳目，帮我打理王府的生意。对外，她是我唯一的姬妾虞姬。小鱼，本王的所有收入此后都将交由王妃来管，你以后见王妃如见本王，记住了吗？啊，他是男的。哎呦，师兄你真偏心，有了王妃便不要师弟了。哼，小心我告诉师傅他老人家，让他好好教训你。师傅跟你说的话你全当成耳旁风了。女人是老虎，不能随便惹的，更何况你寒毒即将发作。小鱼儿笑得人畜无害，却用传音入密询问沈君慈：师兄，你和这草包才成亲几日，就这样开始信任他了？你成亲那日，这草包不是还拿着刀子想一刀捅死你吗？我们准备那么久，你可不能被他的美色迷惑了，让我们功亏一篑。万一他是姬皇后和太子派来的奸细，想用美色害死你，我们可都要玩完。或者你将收入都告诉他，万一他去姬皇后那里告你的状，我们准备那么长时间，岂不是功亏一篑了？哎呦，师兄啊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师傅劝你不要相信草包，你偏不听。小心我告诉师傅他老人家，让他打你屁股蛋。我劝你赶紧将他的秘密处死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你若下不去手，我来帮你搞死他。我仔细观察过，他值得本王的信任。师傅那边我会亲自向他老人家解释。好了，别废话了，明日把账本交给他，以后本王的所有收入都需交由他来管。喂，沈君慈，你个大坏蛋，再这样偏心，你师弟我可撂挑子不干了。苏哲，这俩人呐都不是好鸟，竟然背着你传音入密说你坏话呢。此渊说你是姬太后和太子派来的奸细，还让离王弄死你，还说如果离王下不去手，他来搞死你。哎呀，还好离王信任你，否则你不得玩完了。这条死鱼良心坏得很，你以后对他别太客气，他们做梦都没想到本系统有扫描功能，嘿嘿。啥？我掏心掏肺为这苟奸臣着想，他师弟竟想搞死我，去他大爷的！还好苟奸臣信任我，否则我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这条臭鱼，姑奶奶非得让你变成一条死鱼不可，太欺负人了。小鱼，她是本王的王妃，也是这王府的女主人，本王做的所有事情都不会对她有任何的隐瞒。从明日开始，你陆陆续续把账目拿给王妃过目吧，所有的收入都必须让她知道。账目有点多，我会陆陆续续拿给王妃过目的。不过有句话我必须告诉王妃啊，我师兄这些收入可都是拿命换来的，留着还有大用处呢。你可千万别去那些败家子拿去过光了。天色不早了，鱼儿先行告辞，明日便派人送账目过来。鱼儿师弟说的对，这些银子留着有大用处。我和夫君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我一个人又能蹦跶到哪里去呢？放心吧，我不会拿去吃喝嫖赌的。白小鱼嘴角抽了抽，对凤扶摇扶了扶身，告辞离去。瑶儿，过来，今天晚上我俩一个被窝睡。我还是各盖各的被子吧，我不习惯和人一个被窝睡觉。再说了，你寒毒快发作了，不能太激动。沈君慈长胳膊一捞，将他捞进了自己怀里。以后不准自己裹着睡，必须跟我一个被窝睡，我又不会对你做什么，寒毒不会发作的，相信我。你的胸是石头做的吗？撞得我好痛啊！两世为人，第一次被男人搂着睡，还是被一个容貌绝世、超级大美男搂着睡。
这么暧昧的姿势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不过他怀里好温暖啊，身上的味道好好闻，真像一个暖宝宝。好喜欢这种被人宠爱的感觉呀，是怎么回事？这个腹黑的家伙不会想要色诱我吧？不行，为了他的身体健康，我绝不能被美色所迷。可是我快被他撩疯了。别胡思乱想，乖乖睡觉吧。我答应你，等我寒毒发作了以后，便跟你圆房。你可不能太着急，知道吗？风扶摇又羞又久，对着他的胸口咬了一口。谁着急啊？谁着急谁是猪。我在这里盖了章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人，不许勾三搭四。本王本就是你的人，也只会是你的人。小东西，我也要咬回来，我也要盖章。说着，炙热的唇瓣霸道的都在他的香唇上。这晚上，风扶摇窝在沈君慈的怀里，睡得很香很甜。当他醒来的时候，沈君慈已经上朝去了。上午，一身女装的白小鱼过来给他过目。我靠，这家伙也太会搞钱了吧！竟然偷偷搞了这么多产业，放在1000年后的现代，妥妥的霸道总裁比尔盖茨啊！王妃姐姐，这些账本乃是这2年收入的主要账本。我师兄如今主要有如下产业和收入：明月楼年收入大概是10万两白银，位于西凉的2座铁矿年收入大概是50万两白银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座钱庄、数件商铺、几座庄园等等，这部分的收入大概是30万两白银。师兄所有收入加在一起，一年大概是100万两白银。这些银子分别存放在钱庄以及秘密所在的地方。师兄交代，先放200万两银票在你那里，你记得收好。这些可都是离王将来起事的屏障，不能让皇帝、皇后还有太子姬家人知道。师兄信任姐姐，执意将这些秘密告诉姐姐，姐姐是一定不会背叛师兄的，对吧？更不会卷着这些银子逃跑的，对吧？姐姐将来若是背叛我师兄，就算追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会将你给宰了。请放心，我和离王为夫妻一体，怎么可能背叛他？现在不会，以后更不会。不过我真的蛮好奇的，他今年才18岁，其中8岁至12岁都在叶国当人质，过着阶下囚的生活。他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创下这么大的基业的？这家伙真是神一样的存在，不让人佩服都不行。切，他比你想象的强太多了，你捡到宝了，你知道吗？别拿无价之宝当成草芥。你喜欢的狗太子连给我师兄提鞋都不配，你可真是瞎！怎么会喜欢太子那种龌龊的玩意儿？他呀，除了空有个太子的封号，其他的简直一无是处。要不是有姬家做靠山，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。你竟然还甘愿当他的狗，刺杀我师兄！你个脑袋空空的大草包，根本就配不上我师兄。本不该跟你说这些话，但是我师兄从小到大承受太多，我们都不希望他受到任何伤害，特别是来自女人的伤害。风扶摇听着白小鱼的话，丝毫不生气，还对沈君慈充满了佩服之情，还有一丝丝的心疼。送走白小鱼之后，凤扶摇将200万两银票收入空间放好。宿主，皇宫又有大瓜了！昨晚啊，建德帝宠幸一个美人，结果用力过猛晕了过去。姬皇后知道以后非常生气，因为建德帝夸过那美人的唇好看。姬皇后啊，便让人将那美人的唇和舌头生生的割了下来。建德帝醒来后发现美人变成了丑八怪，大发雷霆，和姬皇后吵了一架，两人差点动手啦。姬皇后真够恶毒的，那美人也是可怜。建德帝为何不将姬皇后给废了呢？建德帝不敢，因为啊，他是依靠姬国公才上位的，后宫美人多得很，算是一个美人，还废不了姬皇后。不过生气也是真的，他觉得姬皇后不尊重人。皇宫太可怕了，尔虞我诈，打死我也不愿意待在后宫里。特别是没有家族撑腰的女人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，太可怜了。等离王上了位，我得好好考虑考虑去留。他照例去看了看几个小美人，美人们正在彩铃的监督下奋力担着粪水灌溉山上的果树。有个小美人脚下一个趔趄，被自己绊倒，粪水浇了一身。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我不干了，我现在便要离开离王府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就算是皇后娘娘让我死，我也不回来了。我也不想干了。还有我也不想干了。皇后娘娘是让我们来伺候王爷的，不是让我们来担粪水的。哪怕我们出去给大户人家当婢女呢，也比在离王府当苦力强吧。哎，我们一起去见王妃，求她让我们离开离王府。对，就算回去被皇后娘娘责罚，也比在这里做这些阿杂事儿强100倍。你们可得想清楚，若不好好干活，待会儿是没有饭吃的。你们乃是皇后娘娘派来协助我做事的，而不是让你们来离王府享福的。本王妃早已经说过了，你们若是想留在离王府，需听从本王妃的安排；若不听从本王妃的安排，可自行离去。离去后，不可再踏入离王府半步。去还是留，你们现在便能做出选择。奴婢叫绿珠，奴婢不想干了，求王妃让奴婢离去。其他几人本来还在犹豫着，
见绿珠带了头，也壮着胆子要求离去。春燕，带他们去见来福管家，让来福管家安排他们换一身干净衣裳，然后送出离王府。至于他们要去何处，去干什么，由他们自己决定就好。是。怎么浑身臭烘烘的，还变得如此丑陋？你们不好好待在离王府盯着离王，跑回来做什么？这些美人原本多好看呀，为何去了一趟离王府，便变得如此憔悴了？不会是被凤扶摇虐待了吧？凤扶摇乃是王妃，怎能如此善妒？这也太过分了，她根本就不配做王妃呀！本宫不是让你们想办法待在离王府吗？盯着离王和离王妃吗？为何会变成这般模样？还有一个人呢，为何不见踪影？启禀娘娘和太子殿下，我等受娘娘和殿下之命前往离王府，哪知离王第一次见我们便踹死一个姐姐，命令我等听从离王妃安排。离王妃那个毒妇说我们是您安排过去给她当帮手的，于是她便安排我等去后花园做苦力开垦荒地种菜。种菜也就罢了，这个毒妇竟然让我们担着粪水去后山浇灌果树，我们每天担着臭乎乎的粪水要走很远的路，还要爬山。若是我们不做，她便不给我们饭吃。娘娘，太子殿下，凤扶摇嫉妒成性，对我等非打击嘛，我们实在是受不了了，这才商量着离开离王府，面见娘娘和太子殿下。娘娘，太子殿下，求你们给我们做主啊！凤扶摇这个贱人，竟敢阳奉阴违，将本宫的话当耳旁风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沈君慈那个王八蛋，竟将本宫派去之人都给杀了！这个混蛋一定是故意的，一定是刻意针对本宫的。这个王八蛋越来越不将本宫放在眼里了。母后，此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们得想点办法，好好教训他一下才行。姬皇后挥了挥手，令7个美人退下，并暗中对一旁的嬷嬷做了一个杀的手势。沈君慈这个畜生，哪里是不将你放在眼里，怕是连本宫也不放在眼里了吧？想他小时候在本宫面前对本宫唯唯诺诺，百般讨好，如今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便处处和本宫作对。本宫处处为他着想，好心为他挑选8个美人伺候，他不但不领情，还一而再再而三践踏本宫的尊严。这样的贱种，本宫还留着他做什么？为自己添堵吗？母后，儿臣记得每年上巳节后，他体内寒症便会发作呀，又快到了发作的季节了。光是想一想他痛得生不如死的样子，儿臣便觉得爽得不得了。有没有什么办法弄到点与寒毒相克的药材，把药材混入药中或者混入食物中，让他寒毒发作时症状加重？父皇如今身体每况愈下，儿臣担心这狗杂种会使坏呀。最好今年便能让他一命呜呼，如此儿臣才能顺利坐上那个位置。母后，殿下，待母后找到那种药，不如由臣妾出面处理此事。若由臣妾出面，他们便不会那么警惕。臣妾可以将药物做成食物送给凤扶摇，借他之手除掉离王。凤扶摇是个没有主见的草包，而且一向信任臣妾这个妹妹，若能达成目的，岂不是事半功倍？雪儿真是温柔体贴，善解人意。等母后找到药，便让雪儿去帮咱们完成。母后，您看您儿媳妇多贤惠呀！昨日儿臣只是夸赞跳舞的舞姬长得不错，雪儿便将那舞姬送入儿臣房间内侍候儿臣。雪儿宽容大度，贤惠又聪慧，真是个不错的女人。殿下，人家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嘛？你都快将雪儿夸成一朵花了。雪儿，太子身边虽不缺女人，却至今没有一子半女。你身为太子妃，要多加努力，尽早为太子开枝散叶，让本宫和皇上抱上小皇孙。你该吃药需吃药，该调理身体需调理身体，争取早日怀上小皇孙。以后这大龙国的大好江山才能后继有人。玩乐归玩乐，还是要将此事提上日程，切不可懈怠。是，臣妾明白，臣妾和太子府的姐妹们一定会好好努力。明日便是探春宴，届时雪儿和凤扶摇都会参加，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。到时如何做，你们好好商量一下。若能通过此次探春宴除去凤扶摇那个贱人，便再好不过。母后放心，这次的探春宴，儿臣不会让他们好过的。沈君慈前一段时间不是利用西江之事获得一片喝彩吗？这次儿臣定会让他身败名裂，再无翻身的机会。宿主又来大瓜了，关于太子的大瓜。你知道太子有个爱妾萧良娣吗？因为太子不能人道，这女人给太子戴了好大一顶绿帽子。就在前几日，他和姬皇后的堂兄弟姬山滚了床单呢。这次探春宴，那萧良娣和姬山八成也要去。
到时候怎么让渣太子出丑，就看你的啦。我去，萧良娣竟然和姬皇后的堂兄弟勾结，渣太子被戴绿帽子了。这顶绿帽子这么绿，我实在是太喜欢了。哼哼，渣太子，你就等着姐锤死你吧。什么事这么开心啊？来，送给你的，看看喜不喜欢。送给我的？哇，好美的镯子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小乖，这不是博物馆那个镇馆之宝吗？这外观一模一样，外圈也是8颗宝石。这只镯子现在竟然到了我手上，这到底预示着什么意思啊？很有可能就是那个镯子啊。至于镯子为何到你手上，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沈君慈听着凤扶摇的心声，心头巨震，扶着凤扶摇的皓腕为他套了进去。王爷，这镯子真好看，我很喜欢，谢谢王爷。第一次给你送礼，不知道要选什么，所以就给你定制了这只镯子。卖家说这种宝石代表着平安、幸福还有安康，所以我让他们在镯子上面都镶嵌了一圈。你喜欢真是太好了，下一次我再送些别的。我不得不承认，王爷的品味是真的很好。你让小鱼儿交200万两银子放在我这儿，就不怕我卷款跑路啦？这些都是你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。你我都已经成亲了，你还能跑到哪去吗？我将银子放在你这里，心里更踏实。否则娘子总会觉得为父不重视你。娘子，你要答应我，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都不许离开我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，我都不会离开你。王爷，那7个美人不愿待在王府，已经请求离开了。他们肯定会去向皇后娘娘告状的，皇后娘娘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你我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对了，听闻昨晚皇后和皇上闹得很不愉快，今日上朝没事吧？他们在王府无法针对你我行事，离开是迟早的事情。此事你处理得很好，很令我佩服。皇后若是找你麻烦，我自会处理，你不用担心的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有王爷在，我不担心。今日中午我为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，这道菜可是我教厨子做的，是我的独门秘籍，保证你爱吃。当然，若是不喜欢吃也没有关系，下次我再为你做别的。娘子做的美食一定是这世上最好吃的美食。这么多年，我还从未吃过家人亲手做的饭菜。王爷对我这么好，我自然也要对王爷好的，咱俩礼尚往来。赶紧尝一尝，看看好不好吃。肉质酥软，香气四溢，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，这乃是人间之美味啊！真是没有想到，娘子上得厅堂，还能下得厨房呢。为夫这是不是捡到宝了呀？这顿饭他用的是红烧肉汤汁拌饭，一口气炫了3大碗。明日便是探春宴了，你我都要参加。今日你好好准备一下，明日上午我们一同前往皇家园林。霎时浮现出去年探春宴他丢人的傻事。殿下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想要嫁给你。这是我亲手做的绢花，送给殿下。方扶摇，你不是想嫁给本宫吗？只要你从这山上跳下去，本宫便娶你为太子妃。哎，快跳啊！你要是跳了，便能成为太子妃了。看看你，丑得像鬼似的，你配嫁给太子吗？赶紧跳崖吧，不跳啊，便不配得到太子的爱。姐姐，换作是我是一定会跳的。毕竟爱一个人就要为他献出全部，包括生命。你若真爱太子殿下，便赶紧跳下去，向殿下表明心迹。这山崖并不高，只有3米左右，你跳下去摔不死的。本来还在犹犹豫豫的凤扶摇奔上前，便从悬崖上跳了下来。那次跳崖的结果便是凤扶摇摔断了腿，他拄着拐将渣太子堵在明月楼，让他兑现承诺娶她。渣太子随手将1碗热汤泼在他的脸上。凤扶摇，你想嫁给本宫？瞧你长得人不人鬼不鬼，穿得像鸡毛掸子似的，你觉得你配嫁给本宫吗？还想成为本宫的太子妃？赶紧回去撒泡尿，好好照照自己吧。王爷，那个探春宴我能不出去吗？去年那次探春宴我实在是太丢脸了，这次我若再丢脸，岂不是连你的脸也要一起丢光了？要不你帮我请个病假，就说我发高烧了。还知道自己丢尽颜面，还可以再强调一下。这场宴会，你身为本王的王妃是一定要参加的。你总不能因为丢过脸，便一直当着缩头乌龟吧？我相信这次你是不会让本王失望的。不就是唱歌跳舞吟诗作对比试才艺吗？这一次本王妃定会大放异彩，将丢光的脸重新捡回来。小姐，您去年参加探春宴，为太子殿下跳崖摔断腿，沦为长安城的笑话。您今年再去参加，岂不是会被人戳脊梁骨？不但如此，还会为王爷脸上蒙羞。是啊，小姐，您已经嫁给王爷，成为离王妃，您今年不如在家待着，不去参加。
姬玉柔一直看您不顺眼，奴婢担心他会算计您。还有长公主，她以前便对您冷嘲热讽，这次肯定又会针对您。再说了，她上次来离王府闹过，要王爷将您贬为贱妾。这次探春宴又不知会整出什么幺蛾子。唉，在哪里跌倒的，便在哪里爬起来。放心吧，你家小姐我不会再犯傻的，更不会给王爷丢脸。你们帮我准备一下明日的穿戴之物吧。另外，挑选一套首饰为表小姐送过去，她明日也要参加。探春宴乃是大龙国皇宫举办的盛大宴会，参与者多为官宦或者富豪家未出阁的女儿，以及尚未婚配的男子，有踏青游玩、骑马射箭、吟诗作对、琴棋书画、猜谜手工，甚至是厨艺女工等等等等，各种比试。哎呀，你怎么才来呀？那边正比赛投壶呢。走，咱们赶紧过去。嘿，小瑶瑶，我们去找男人玩，你去找女人吧。啊！凤飞要对他们挥挥手，慢慢走向女子聚集处。他正好奇地打量着各处堆积的东西。你这个不长眼的狗东西，竟敢踩丧本小姐的鞋子！你这个穷鬼，知道这鞋子多少银子一双吗？乃是玲珑阁定制款，镶嵌着宝石和东珠，一双都要20两银子呢。你爹不过是穷得响叮当的大理寺少卿，你这穷鬼赔得起吗？啊，姬小姐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是被人撞了一下，不小心踩到你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哼，一句对不起就行了。想要本小姐饶了你也不是不行，除非你拿得出20两银子赔偿本小姐，或者你跪在本小姐的面前磕3个头，并将本小姐的鞋子舔干净，否则本小姐便让人将你撵出探春宴。姬小姐，我把这只银簪赔给你吧，这银簪也是玲珑阁的首饰，镶嵌了珍珠，虽然比不上你的鞋子贵重，但也是镶嵌着宝石的首饰。就你这破烂玩意儿，还想用来赔偿本小姐的鞋子？祝婉容，你是不是穷疯了？本小姐不接受你的赔偿，你跪下磕头，将鞋子舔干净吧。赶紧跪下，磕头舔干净鞋子。对，把鞋子舔干净就饶了你。你不是自诩才女一向清高的吗？哼，一个穷鬼有什么好清高的？哼，听说啊，你爹自诩清高，不为五斗米折腰。我倒是要看看今日你是跪还是不跪。请不要侮辱我爹，我是不会下跪磕头，更不会舔鞋子的。你若不愿下跪，便将你打一顿，撵出探春宴。周婉容，你去年不是很嚣张吗？去年本小姐为离王做了一首诗送给他，你偏要和几个人比赛作诗，故意将本小姐给比下去。本小姐看你不顺眼很久了，大家一起上，揍他一顿，将他撵出去。几个丫鬟凶神恶煞的扑上前，就要对祝婉容下手。谁敢过来打他？本王妃将他4肢献了喂狗。祝婉容乃本王妃从小玩到大的闺中好友，谁若敢欺负她，便是与本王妃作对。凤扶摇，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。祝婉容弄脏了我的鞋子，让她赔偿不是应该的吗？别人怕你，我姬玉柔可不怕你。你这个大草包根本就不配当离王的王妃。瑶瑶，谢谢你来帮我，我真的很感动。可是姬玉柔一向飞扬跋扈惯了，我们是斗不过她的。不如我回家向娘要些银子赔偿给她。相信我，不会有事的。姬玉柔，你口口声声说我这个大草包不配当离王妃，那请问你这个桃花癫配不配当离王妃呢？听说你每天晚上都会做白日梦，梦见与男人私会啊。不但如此，还对着空气发嗲发骚，自言自语说情话。夜里睡觉，床上明明没有人，却做白日梦，与男人恩爱，仿佛夫妻一样，真是笑死个人了。你这么恶心，怕不是想男人想疯了吧？你胡说，我没有，我大街上传得沸沸扬扬的，我怎么会胡说呢？听闻你亲口向你爹承认，将庶妹姬玉婵推下河中淹死，你可真是后背长疮，起眼流脓，坏透了。你这么恶毒的婆娘，还妄想嫁给离王，能嫁人就不错了。谁若娶了你这个毒妇，说不定哪天便被你一碗药给药死，化为一缕孤魂野鬼。姬玉柔，我劝你回去照照镜子，再出来丢人现眼。你家要是没有镜子，可以撒泡尿啊，赶紧撒泡尿照照你自己，看看你自己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。柔柔，我们走，别理这个神经病。风扶摇，你这个贱人！祝婉容，你不能走，你弄脏了我的鞋子，必须赔偿后才能走。瑶瑶，谁欺负你？干我抽死他！洛洛，等等我！哎呀，你等等啊，洛洛，你要打架也算我一个嘛！你让我咬谁我就咬谁，看我不咬死他！姬玉柔，这是20两银子，我替蓉蓉赔给你，但是你拿了我的银子，鞋子必须脱下来给我，否则你拿着银子还穿着鞋子，便宜岂不是都被你占了？
拿去吧，本小姐穿过的鞋子赏你了。堂堂黎王妃，原来是个喜欢穿破鞋的垃圾货子。黎王爷怎么会娶你这种破烂货？真是给黎王爷丢脸。哟，这不是去年哭着喊着要为太子跳崖的大草包吗？今年怎么又跑出来丢人现眼了？凤扶摇，你今年打算跳什么呀？不会要去跳茅坑吧？呵呵，瘸子放屁，哪来的一股邪气呀？熏得人差点吐了。你说说你四肢不全，智力低下，还跑出来丢人现眼，这不是给人添堵吗？赶紧的，屎壳郎搬家，滚蛋回家吧！你这个大草包，几日不见，嘴巴倒是变利索了。玉柔，赶紧告诉小叔叔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你放心，只要你小叔叔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小叔叔，太子表哥，吉山叔叔，你们可来了。祝婉容弄脏了我的定制鞋子，他赔不起，凤扶摇便帮他赔了我20两银子，于是我便将穿过的破鞋扔给了他。这女人竟然还要我穿过的破鞋，你们说可笑不可笑？哦，我说你是个大草包吧，你还不承认？你何时喜欢捡别人的破鞋穿了啊？哦，本公子想起来了，你不是嫁入穷的叮当响的黎王府了吗？哈哈哈，不会穷的连鞋子都不给你买吧？哎呀，黎王府是怎么混的呀？竟然连一双鞋子都不给你买，这也太磕碜了吧！鸡蛋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哎，沈金村，我可是你舅舅，你别乱来呀！鸡蛋，你可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呀！你才买不起鞋呢，你们全家都买不起鞋。哼，婉容只不过踩脏了他的鞋，他便狮子大开口，张嘴就要20两银子，他才不要脸呢好吗？凤扶摇已经赔过银子了，凭什么还要把鞋留给他呀？赔了银子拿走鞋，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？难道你去市场买东西，付了银子不要东西直接走人呐？啊？除非你是个大傻子。听说前几日你赌博赌输了，偷了不少家当去抵债啊。哎呀，早就听说你人傻钱多，没想到你傻得不可救药啊！哈哈哈哈！四姑小宝，本公子做事何时轮到你说三道四了？我又不是你爹，我才懒得管你做什么傻事呢。就算你将你家国公府卖了，也轮不到我管你啊！要管呐，也得是你亲爹管。哎，不过我听说姬国公差点让你给气死啊！你可真孝顺。鸡蛋被司空小宝对得哑口无言，气得直发抖。凤扶雪瞅着凤扶摇，目光阴沉算计。过了今日，凤扶摇将彻底身败名裂。姬玉柔，这鞋子不是你送给我的，而是我花钱买的。你既是卖主，便要保证送我一双干净的鞋子。但是20两银子买的鞋子，却被你弄得脏兮兮的。所以请你帮我将鞋子上面的脏污清理干净之后，再交给我。你还不赶紧将鞋子弄干净后交给他？哎呀，别人穿过的臭鞋子多恶心呐！搞不好有脚气呢，白送给本王妃，本王妃也不会要。我今日不过见有人仗势欺人，打抱不平罢了。我没有脚气，这鞋子是新的。春燕，将这双臭烘烘的鞋子提到那条河边扔了。本王妃既然掏钱买下来，处理权自然在本王妃手中。是。春燕提着鞋子，配合的掩着鼻子，仿佛那鞋子多臭似的，一溜烟跑到河边，将鞋子扔进了河里。姬玉柔看着扔进河里的鞋子，又看了看自己穿着袜子的脚，感到心里憋屈极了，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洛洛、蓉蓉，这边太多人了，我们去其他地方瞧瞧吧。凤扶摇，去年探春宴你发疯，今年探春日你又发什么疯？你将姬玉柔欺负成这般模样，心里是不是很得意？探春宴乃是比试才艺之处，可你这草包什么都不会，何必要过来滥竽充数呢？本宫劝你啊，还是早点离开吧，免得待会儿比试时丢人现眼，将黎王府的脸丢光。殿下，你这个不要脸的都来了，我凭什么不能来啊？上次回门时，凤扶雪当着全家人的面指责你不能人道，还是个虐待狂。你将皇室的脸都丢光了，也没有见你躲在家里当缩头乌龟啊。说实话，我挺佩服你的，你呀，是我的偶像，呕吐的对象。李王妃，刚才你说太子殿下长得这么壮实，竟然不能人道啊！我勒个去啊！那以后他坐上那个位置，大龙国岂不是后继无人了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太子这个病多久了啊？皇上他老人家知道吗？小丫头语不惊人死不休，伶牙俐齿，实在是太可爱了。不知道今日她还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惊喜呢？凤扶摇，你休要血口喷人，玷污本宫声誉。此只是本宫和太子妃吵架，他口不择言而已。本宫何时不能人道了？你不就是想嫁给本宫，而本宫没娶你这个蠢货吗？你至于因爱生恨，百般诋毁本宫名声吗？你可真够恶毒的。那话可不是我说的，而是你的太子妃凤扶雪说的。我只是一个可怜的搬运工，你怎么能对我乱发脾气呢？再说了，我压根就没有喜欢过你，怎么会对你因爱生恨呢？你要是脑子烧坏了，就赶紧去治一治，趁现在还能抢救。太子殿下息怒，不要和这个草包一般见识。那次我和殿下吵架，赌气口不择
则言，我和太子殿下幸福着呢。凤扶摇，你休要因嫉妒生恨，万般诋毁我和太子殿下，在中间作梗，你的阴谋诡计是不会得逞的。你还真是扯起眉毛红眼睛，自己哄自己啊！你喜欢无能的男人，还喜欢被虐？没事，你喜欢就好。凤扶摇，谁是无能的男人？你休要胡说八道！我又没说你自己承认你自己无能干什么呀？哎，殿下，你不要生气，更不要和傻子一般见识。别忘了，我们有要做的事。姐姐，妹妹从小和你一起长大，对你十分了解。你除了会偷鸡摸狗、缠着男人犯花痴，什么都不会。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、针线女工、烹饪美食，没有一样拿得出手。母亲多次教育你好好学习，免得嫁人后为夫家丢脸。你不但不领情，还责怪母亲多管闲事。姐姐，你现在乃是黎王妃啊，一言一行代表黎王和皇室颜面。以前你丢人只是丢凤丞相府的脸罢了，可是你现在丢人将会连黎王府和皇室的脸一起丢光。姐姐，我劝你还是离开这里，不要再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就算不离开，也要安分守己，不要到处找茬惹是生非。太子和太子妃说的对，像你这种一无是处的女人，最好安分守己，不要作妖，否则皇室的脸都要被你丢光了。自己几斤几两，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啊，何必要在这里招摇过市呢？到底谁是草包，谁丢人现眼，还不一定呢。凤扶雪，我记得你从小到大很会算账是吧？被你娘夸赞说你是个小才女，我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，早就想和你切磋切磋了。我的好妹妹，敢不敢和我比试比试呢？我出一道计数的题，只要你能说出答案，就算你赢。我估摸着你肯定不敢应战，因为你才是那个绣花枕头大草包。哼，和你比试也不是不可以。凤扶摇，你确定你敢比吗？待会儿丢了脸，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。到底谁会丢脸，不如比了再说。那么我开始出题了。凤扶摇，你说你要出题让太子妃回答，你一个大字都不识，连基本计数都不会的草包，能给出什么了不起的题啊？那这样吧，答题之人也算我一个，我也有回答的权利。太子殿下，我们这一方都能答题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哼，一个蠢材能给得出什么了不起的计数题？你出题吧，我们这边回答，谁答对了都算数。我一个人对你们这么多人，还要脸吗？比不起就干脆别比了，免得丢人现眼。就是，不是黎王妃和太子妃比试吗？为何变成了黎王妃和你们一群人比试啊？这也太不公平了吧！本公子不同意。我也不同意，凭什么让瑶瑶一个人面对你们这么多人？太子殿下，你们不会是担心答不出丢人现眼吧？哼，也是，答错了或答不出多丢人呢。换作是我也要一群人和一个人比试呢。比个计数题需要如此兴师动众的吗？比不起便不要比了，免得答不出来丢人现眼。我相信用了激将法，扎太子是一定会和我比试的。今天我不让扎太子连裤衩都输掉，我便不是凤扶摇。凤扶雪，若你们都参加答题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所有参加答题之人必须遵守我定的规矩。不如我们各自拿出5000两银子做赌注，如果你们回答出我提的问题，我的5000两银子便归你们；如果你们回答不出我提的问题，你们的5000两银子便归我。我估摸着呢，你们肯定不敢应战的，输银子是小，丢脸是大呀。太子殿下，这个草包将要和我们对赌，赌博可是我的强项啊，我从来没输过。凤扶摇，5000两银子也太寒碜了吧，你怎么拿得出手啊？不如我们各出1万两银子对赌，若是我们赢了，你的1万两银子归我们；若是我们输了，我们的1万两银子归你。这么多见证人，谁也不许赖账，怎么样？1万两银子，这会不会太多了？对，1万两，否则就不赌了。太子殿下，赶紧准备银子，我出5000两，你出5000两，你先帮我拿5000两垫着，等我赢了我再还你。我们的银子准备好了，你的银子呢？不会还没开始，你便要当缩头乌龟了吧？王爷，我只带了2000两银票，你带银票了吗？借我8000两银票周转周转，待会儿赌赢了马上还给你，赌输了就先记账，晚点再还给你。17，拿1万两银票出来给王妃，这次对赌，赢了算王妃的，输了算本王的。王爷，1万两，万一输了怎么办？沈君慈冷冷看了他一眼，脸色有些不悦，林时期不情不愿地递给凤扶摇。各位，我这边的赌注也准备好了，不管输赢，谁也不许赖账。瑶瑶，你真要和他们对赌吗？大前年你和李尚书家的嫡女对赌，输了500两银子，差点被你爹打断腿。前年你和殿阁大学士家的公子对赌，又输了500两银子，又差点被你爹打断腿。还有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对赌，你哪一次赢过？今年你竟要对赌1万两银子吗？1万两银子不是小数目，你可要想清楚啊！赌博这种事会让人越陷越深的，而且输赢不是绝对的。你和他们出题可以，但是不要对赌了吧？若是输了，黎王将你扫地出门怎么办？
瑶瑶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蓉蓉，你放心，我有把握的。可是，你大哥一直让我帮他照顾你，你若被离王扫地出门，我如何给他交代？瑶瑶，你不要再任性了，好不好？喂，风扶摇，赶紧出题啊！别磨磨唧唧的，你这个大草包，不会是想当缩头乌龟了吧？哎，等等，鸡蛋，我再出1000两，你们也加1000两如何？我今日就读小瑶生，虽然我不相信小瑶瑶，但是我相信离王，他支持的事儿肯定没错。这家伙到底是支持我还是拆我台啊？什么叫不相信我啊？哈哈，司空小宝，你说你相信离王，你可真是勇士啊！太子殿下，再拿1000两，其中500两算我的。今日本公子非要让他们输掉底裤不可。我的天哪，22000两银票，这也太豪横了吧！这个无知的蠢货，今天怕是又要丢人了。你越是丢人，我便越是痛快。谁让你过得比我幸福啊？晚一点，再让你身败名裂，臭名昭著，离王定会将你休了。风扶摇，你还磨磨蹭蹭干什么呢？还不快点出题？愿赌服输，待会儿输了的一方谁也不许赖账。各位，我要出题了，回答时限为半炷香的时间，半炷香时间过后，我便给出正确答案。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答题机会，若非对赌方能给出正确答案，则奖励500两银子。欢迎大家参加答题。我念完题之后，请司空公子点燃燃香。这道题名为鸡兔同笼，题目如下：说笼子里有若干只鸡和兔，从上面数有35个头，从下面数有94只脚。请问鸡和兔各有多少只？燃香点燃，开始计算答题时间。原本喧闹的人群一下子安静的可怕，只听见众人沉重的呼吸声。他娘的，这鸡有2只脚，兔子有4只脚，它们的脚数量根本不一样吗？这要怎么回答呀？这不是坑爹吗？这也太难了，我们是不是上当了？这个草包如何想得出这么奇葩的问题呢？哎，殿下，你想出答案了吗？沈君逸摇了摇头，他也想不出来。风扶摇，你这出的什么烂题啊？这么难的题，鬼才能答出来呢。除非你提1篮子鸡和1篮子兔过来，当面数一数，否则谁答得出来啊？你回答不出来，并不代表别人也回答不出来。你爹让你将你家的所有收入算账，你总不能将所有银子都搬到面前数一遍吧？数之所以存在，不就是为了方便人们计算吗？我若将数量增加100倍，你岂不得跑到养鸡场、养兔场数数？不知我男神能不能答出来？这题在1000年后只是小孩子的数学题，估计这1000年前怕是无人能答出来吧。王爷，你想出答案了？本王想了个答案，不知对不对。如果鸡与兔都在参加军队训练，一声令下以后都抬起1只脚，那么相差59只脚，再一声令下又抬起1只脚，相差24只脚。这时鸡都坐在地上，兔子仍然是2只脚站着，所以兔子有24的一半，共有12只，那么鸡的数量便是23只。燃香烧完了，燃香烧完了，时间到了。截止到目前为止，只有离王一个人回答了问题。哎，小瑶瑶，请问离王回答的正确吗？小孙，你说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答案呀？为何小舅舅我一点听不明白呢？什么鸡和兔子一起参加军队训练，什么一会儿抬脚，一会儿放下脚，一会儿又坐下站起来，鸡和兔子又不是人，你告诉我他们是怎么一屁股坐地上的？他能回答出这个问题，一看就是胡诌的。凤扶摇，你出的题太难，根本就没人能答出来，恐怕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正确答案吧。本宫宣布这场对赌失效。太子殿下，你回答不出来并不代表别人回答不出来，难道你的脑子不灵光，便以为别人的脑子和你一样吗？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。要知道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比你聪明的人不知凡几。我宣布这场对赌我方胜出，离王回答的答案完全正确，我将从这些对赌的银子中拿出500两奖励给他。哼，凭什么你说他回答正确便是正确的？你以为随便糊弄我们便能轻松得到22000两银子？你不给我们一个心服口服的答案，休想将银子拿走。